好，你通过这个 Bridge 导入大量的这个材质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玩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做一个超级主材质啊，它可以适用各种材质。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前面从第1节课讲到第12节课的内容啊，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做一个超级主材质，看一下怎么来做啊。它作用非常大，所以呢，会有一点长啊。点右键选择材质。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Master Mat。这已经有了吗？啊，对，我已经建好了啊。Master Mat 一个空材质，进去以后，同样的我们呢还是以某一个材质开始吧，这样比较容易看到效果。我们来一个，我们拿 Marble，这里呢有个2K 的这个大理石。我们拿这一张图，看看其他的，这张也行吧。我们就拿这个 Color， 然后呢 Normal Roughness。好，这3张图，拿这3张图导进来。导入来以后呢，我们把这3张全部转换为参数，然后给它取一个名字，这个叫做 Diffuse。然后呢，这个也转换成参数，这个叫 Normal。好，这个呢也把它转换为参数，给它取名字为 Roughness。我拼错了啊，没有那个 T。Roughness 看上去怎么怪怪的？OK， 对的。好，我们把它连到这个基础的颜色 ，Normal 呢连到这个 Normal， 然后 Roughness 连接到这个粗糙度，连接到粗糙度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就很快的速度，我们创建了一个材质。第一个内容，我们需要让它的 UV 可以随意调整啊，在我们这个材质实例里面，还记不记得我们怎么来创作？首先，我们按下 U， 出来这一个东西，让它可以乘以一个系数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是调整 UV 的这个大小啊，让它乘以一个系数。我们这个地方打个乘号。乘号，然后这一边呢，乘以一个系数，我们就是按一下1，然后点鼠标左键，我们就可以出来一个，把它转换为参数。好，这一个参数呢，我们叫做 UV Multi，UV 的这个层级。好，分别来控制这3个，对吧？这3个。好，我们 UV 默认值呢为1，为1。好，然后让这个地方分组啊，这个材质我们在那个材质实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组，这个分组为 UV， 这样子会更加整洁一点。好，有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调整这个 UV 的 X、Y 的这个位移，对不对？还记不记得？我们先需要一个第一个1维的常量。第二个2维1维的常量，我们把它转换为参数，然后呢，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x offset， 然后呢，这里为 y offset， y offset， 然后将它们干嘛 ？append， 对吧 ？append vector。UV 的加法UV 的加减法就是对它位移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用加法来实现这个位移完之后，再来进行乘法，对不对？再来进行乘法，这个时候我们的 UV 就可以被控制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保存一下。我们给它回到 material，
我们呢找到这个主材质啊，找到这个主材质，我们给它创建一个实例，然后我们给这个实例的名字取一个叫做 marble 啊，主材质的 marble。好，进来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 UV 这个地方哦，我们的这两个参数也要把它归到 UV 这一组里面去啊，归到 UV 这一组。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 UV 可以调整，对吧？可以调整它的大小，也可以呢进行位移。好，另外呢，这三个 diffuse、normal 和 roughness， 我们也是成为参数，我们把它取个名字啊，我们把它分个组，这三个分到这个 texture 组。texture 组，好，保存。好，可以调整 UV， 也可以调整它的材质。我们这里可以尝试一下啊，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。如果我现在不想让它成为这个大理石了，我也可以让它成为，比如说像 wood 啊，我们给它来一个这个。wood diffuse 来这个地方，然后 normal 来这个地方，它也很快的速度可以成为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 roughness 这个贴图，我们呢就可以很快速的可以成为木头。然后呢，这个木头材质呢，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调整 UV 啊。然后呢，左右上下，好，这种还是好，先复原。有了 UV 之后，我们来第二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先复原啊，把这一个实例，我们还是回到主材质，把我们的实例打开，放在这里吧，不是这一个，应该是 master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对材质进行着色啊，我们呢也把它设为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参数，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应该用什么呢？应该用乘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应该用乘法。好，我们连到下面这个地方，然后上面着色呢，我们来按一下这个4，按着3啊，按着3，然后在上面点一下，然后将它的这个节点连到这个 A， 好，把它转换为参数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它用英文名吧，叫 tint，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我们都是用的英文，对吧 ？tint 着色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分组。同样的，我们给它分一个组，那么这个组的名字就叫做着色。好，我们再保存一下，看到这一边。还没有连啊，应该是连到这个地方。然后给它一个默认值，默认值呢为111，就是不做任何色啊。好，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着色就已经 OK 了，我们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这个大理石呢进行一定的着色。好，着色完成以后，我们继续再看。这个地方我们干脆全部还是用中文嘛，因为大多数同学呢还是用中文可能习惯一点。我们这个地方改成 U 偏移，全部用中文。我们改一下啊 ，V 偏移，然后所有的参数啊，UV 的倍数。然后呢，这个 normal roughness diffuse 这个我们就不改了吧。对，这个你下到的材质基本上都会有这几个。这个呢，我们改成为叫做着色。全部用中文。组呢也改一下，着色。然后这个 UV 的组我们也改一下，就叫 UV 啊 ，UV 不用改了。好，
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用 loop 啊，记不记得线性差值来更改这一个 normal 的法线的强度啊？添加一个 loop， 按下 L 啊，按下 L 点鼠标左键啊，它就会出来 loop。然后呢，把我们的法线的这个贴图，我们连在这个 B 上，再添加一个这个三维的常量，把它转换成参数。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normal 强度 ，normal 的强度。然后呢，连接在 A。no， 这个地方错了啊，重新来一下，按着3，然后呢，给它一个最弱的最弱的就是什么呢？纯蓝色，然后连到 A。这最弱的是 A， 最强的呢就是 normal 我们的这个贴图到 B， 这个地方我们先断开一下，然后呢让它连接到 normal。好，用这个值，这是我们需要设置的这个参数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给提升为参数，提升为长度。这个呢我们叫做 normal 强度，normal 强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把它分组改一下，normal。好，我们呢把这个分组为 normal，OK， 分组 normal 也行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再来看，就可以看到。normal 的强度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呢就可以用它来调整，可以看到过于强了或者是呢让它很平滑。好，这个是法线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roughness 这一个粗糙度的强度，同样的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调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 roughness。我们呢也把它放在，我们也是这样子来一下，连到 B， 然后上面呢我们把这个先取消掉。这个地方我们还用乘法，我们用乘法更加科学一点，就是用它的 RGB 值来乘以一个我们需要调整的这个系数称为这个roughness 强度，然后将这一个强度呢连接到这个粗糙度，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 roughness 没有分组的，可以看到可以更改它的这个粗糙程度。好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问题是，我们这个 roughness 如果过的时候就是有点实际上没用了，而且有点超过这个值，所以呢，我们用一个新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做什么呢？叫 clamp。我们把它拖出足够多的空间出来，这个地方断开一下，我们给它加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clamp。clamp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它限定一个范围。这个范围最小值是多少？最大值是多少？你可以设定比如它默认最小值是0，最大值是1。有了这个范围之内，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变化然后呢，这样子呢就更加科学一点，它不会超过它的这个最高值。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它更加就不会超过了好，有了这两个值以后，我们呢甚至还可以把这两个值也变成参数也变成参数。怎么做到？怎么做呢？
我们把这个值提升为参数，这个值提升为参数，让它们俩也可以被设置。第一个值呢，我们叫做 roughness 这个最大值。roughness 的最大值啊，这个是最小值啊。第一个是最小值，把线拉开，拉清楚一点。第一个是最小值，然后第二个呢是最大值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又可以对它进行，然后给它一个默认的啊，我们都把它放在 roughness 这一个组里面。都放在 roughness 这个组里面。另外呢，给它一个默认值，最小值为0，最大值为1。好，我们保存一下。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个主材质又更加强大了，可以调整啊这个最大值和最小值，然后呢调整这个粗糙度。好，我们继续再看，我们有了这个法线的强度，我们把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交叉，我们看拉开一点啊。又有呢这个的 roughness 的这个强度，粗糙度的强度，然后这个 diffuse 呢，也可以着色了。我们呢还需要干些什么？哦 ，metallic， 我们给 metallic 是否是金属感啊？是否是金属？我们给它来一个开关，还记不记得用什么东西啊？用这个叫做布尔值 ，static 布尔。这个呢，我们给它取名是否是金属吗？那给它打个问号。如果是金属，我们来一个这个叫什么 ？static switch 啊 ，static switch。如果是连错了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连到这个 value 这个地方。如果是金属，我们把它放这里。如果是金属的话呢，我们就给它来设定，这个金属的值。好，我们呢来个1，按下1，点左键，点为 true， 然后再按一个1。如果是 false 啊，它就肯定视为0，对不对？如果视为 true 的话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提升为参数，这个叫做金属的强度，金属强度。好，把它分为一个组，叫做金属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分为叫做金属。这几个组，我们看一下刚刚看到组，这几个组我们把它分一下，分为叫做纹理。好，我们再保存，再来看一下。我们这个材质呢，母材质又高级一点，可以把它变为是金属是金属。然后呢，金属的强度你可以调为，看，比如说这个1是最强的啊，那你还跟，然后呢0。好，我们默认值把它这个金属的强度的默认值，把它变为 0.5 吧 ，0.5。最小值为0，最滑条最大值为1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创造了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点开第一次点开的时候，它的默认值就是 0.5 你也可以把它呢变强，或者是呢变弱。看一下为什么？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我们金属强度这个地方不管它，回归默认就 0.5 好了。好，到了我们再进去看一下，到这一边，我们呢就可以来设定它是否为金属。复原一下0.5 或者是呢1，或者是0，0.1都可以来设置它的这个金属强度。好，我们关了，再继续往下面看。
我们还需要给我们的这个材质来加那个随机的那个印痕啊，脏东西。我们看一下来怎么实现。首先，我们还是用我们之前这一个材质的上面这一部分，没有考，不是考这个是吧 ？OK，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 Store Content Materials 里面，我们随便找一个材质呢，在它的这个上面有这一个随机印痕。好，我们把它给复制粘贴到这个地方了，到我们的主材质上来，上面一点点啊。然后怎么运用呢？我们之前是调整的这个对比度调整对比度。这次我们给它调一个，先让它，我们先让它有痕迹再说啊。我们呢先来一个乘法，将这两者融合起来，然后呢连接到基础颜色。好，可以看张的这个印痕已经上去了。现在呢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印痕是可以进行调整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印痕的来源印痕的来源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让它的 UV 首先可以调整，它呢乘以了一个固定的这个系数这个值呢尽量随机，呢，所以我们就让它来一个一维的一个值，然后连上去，然后这个值呢默认我们先把它转换成参数转换参数，这个参数的名字叫做印痕，随机印痕，的系数的 UV 系数 UV 倍数，随机印痕1 UV 倍数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把它分组，随机印痕1，然后的 UV 倍数，最小值呢为0，最大值我们不要让它太大了让它我们就最高0.8。这个地方会重复这个地方UV 倍数，我们呢叫做随机印痕2，然后这个地方再来个 UV 倍数，这个地方为随机印痕3。好，默认值呢最好是不要让它来1，看1是太多了我们给它这里来个0.002，这里给它来个0.05，这里给它来个0.01。还不太正常我们把这个值再小一点，0.，把这个值变小一点，第三个这个值，把它变成0.002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。这又犯了个错误这三个是一样的了，这三个都是用。我们注意 UV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改一下呢？还是得要加 UV 倍数，把它改为随机印痕1 UV 倍数，然后这个地方改为随机印痕2的 UV 倍数，然后这个地方改成随机印痕3的 UV 倍数，这样子呢，它的这个3个值才不会重复变成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值我们再给它来个0.01，随便来几个数吧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印痕呢，脏东西在上面了当然，你也可以什么呢？再将它的这一部分UV 偏移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给它加进去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你想加一加不加也没关系。我们呢有个 UV 倍数已经足够能够产生这个足够多的随机印痕了。好，我们呢保存一下，然后到这边实例来看一看。实例来看一看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这个球已经有了一些随机印痕，我们呢可以对它进行调整，让它可以更加真实一点。
如果你觉得多了呢，我也觉得先太多了，一点点就行了啊，一点点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需要全去掉啊，它就变成这个大理石的原材质。如果呢你想加一点点啊，就可以把它的值变高。然后这3个分一组啊，我们这3个分一组。我们把它的这3个分为都分到这个随机印痕组，分组分到随机印痕组，这个呢也分到随机印痕组，这个呢也分到这个随机印痕组，我们保存一下。好，再来这个看看。好，这3个值呢，我们就都合在一起了。然后金属纹理着色 UV roughness normal， 好，这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材质的主材质，超级主材质。然后你可以呢对它进行各种调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，我们随便拿几个来试一试。拿8K 的材质，我们想看一下这个，如果是砖块，我们呢可以直接把砖块拖到这些地方，砖块拖到这里，然后呢法线拖到这里，有点卡，然后呢再把 roughness 拖到这里，打开 ，roughness 拖到这里，可以看到它又可以变成砖块，然后砖块呢我们又可以对它进行这个 UV 的移动。然后包括放大缩小 ，roughness 的调整，啊 ，roughness 的这个调整，然后呢，法线的强度的调整，然后金属，当然它不是金属啊，好，它不是金属，金属去掉，然后呢，对它的这个随机的这个脏物呢，也可以对它进行随机调整。好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砖。当然，你还可以什么呢？你又可以换其他材质，换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这个 paving stone rocks， 我们来个石材，把它的法线丢进去，然后 roughness 丢进去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很快速啊，我们把它这个显示为平面吧。对，这样看石头看这样看，对，这样看行。然后呢，同样的也可以对它进行这个 roughness 调整、UV 调整、UV 的倍数调整、法线的强度调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这个超级主材质我们就完成了啊。当然，你还可以对它进行，比如说 AO 啊，或者是这个 displace 啊这些东西的添加，然后都是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都是往这个里面添加更多这个 texture sample 就可以了。